但是美国政界的巨婴症会不会继续蔓延下去？会不会最终占据政坛的主流？却是非常让人担心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美国政治巨婴症越发严重，竟然要为乌克兰问题制裁中国。2月17号，美国共和党的反华议员罗比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和俄罗斯是一个战略联盟。他说俄罗斯此前一直在与中国接壤的西伯利亚地区部署了大量的驻军，但所有这些部队都转移到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就在同一天，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竟然明目张胆地鼓吹，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就制裁中国。美国的反华政客们无论说什么奇谈怪论呢，无论把什么奇怪的罪名安到中国身上，我们现在都已经不觉得出乎意料了。但是如果任由这些人长期造谣下去，就会在美国社会的思想和舆论当中造成一种非常不利于中国的状态。我们都很清楚巨婴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它主要指的是人成年之后依然不成熟，不能够正确的面对自己所承受的各种社会和生活压力，像小孩子那样的不讲理爱胡闹。一个人要是巨婴呢，那问题仅仅是他自己了，最多就是影响家庭。但是美国这么一个超级大国，如果得了巨婴症，那问题就很可怕了。美国政治巨婴症的始作俑者就是那位当过4年总统，现在又打算竞选下一任总统的特朗普。他最大的执政方式就是把美国面临的问题推给其他人，归咎于其他人。比如说把失业问题归咎于非法移民，把美国制造业衰退的问题归咎于中国。他最有名的几句话包括我要修边境墙，让墨西哥人付钱；气候变化是中国捏造的恶作剧，而巴黎气候协定则扼杀了美国的经济增长。把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归罪给别人，是一种比较容易推脱责任的办法。既然是其他人的错，那么自己就没错。至于实际上发生了什么，美国的内政外交问题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美国是否有什么深层次的结构问题或体制问题，那就都可以像鸵鸟一样不闻不问了。巨婴症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出现罗比奥这种情况。乌克兰和中国相隔万里，中国从来没有打算干涉乌克兰问题。虽然中国对俄罗斯进行了政治、经济乃至一定程度上的军事方面的支持，但这主要是为了稳定国际局势，确保中国以及俄罗斯两国自身的安全。中国从来没有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从美国制造乌克兰危机到今天，中国方面的态度一直是希望双方采用和平的方式来化解危机。与此同时俄罗斯也一直非常理智地控制着自己的行动，即使遭到美国的反复的挑衅，甚至在东乌克兰地区已经发生火力袭击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着高度的克制，没有动用武力来解决问题，这就让美国处在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美国政府已经2次宣布了所谓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的具体时间，第一次是2月16号，第二次是2月20号。那实际上当这2天的时间都过去以后，根本就没有发生战争。美国政府要是再用这种方式胡言乱语下去，就会应验了那一句著名的台词，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不要说整个美国阵营，就算是核心的欧洲北约的盟国，也要把美国当笑话看了。那么这一切跟中国有什么关系呢？按照罗比奥的说法，正是因为中国的支持，所以西方施加给俄罗斯的制裁就显得不是那么可怕了，让俄罗斯呢有更强的承受能力去化解西方制裁所带来的损失和痛苦。这样的说辞正是巨婴症的具体表现。乌克兰问题与中国没有直接的关系，中国没有任何理由站在美国那一边，对俄罗斯实施任何形式的制裁。美国部分政客仅仅是因为我想要制裁俄罗斯，而中国不愿意同流合污，就撒泼打滚，甚至要连中国一起制裁，这和巨婴有什么区别呢？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还没有把罗比奥
或者是外交政策这个杂志上的这些主张作为正式的国家政策，这多少呢还让人感到有一点点庆幸。但是美国政界的巨婴症会不会继续蔓延下去，会不会最终占据政坛的主流，却是非常让人担心的。尤其是罗比奥这样的人居然可以长期待在国会议员的重要岗位上，完全有可能引发其他人的效仿。特别是2024年呢，如果特朗普卷土重来，美国政治巨婴症的问题那就将更加严重。一个超级核大国如果动不动就撒泼打滚，那对全世界都是无法预测的风险的。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